好，那这一题是问你说，对于这种 Poisson distribution，它也是一个几率函数。那这几率函数呢，代表在某一段区间里面发生一个特定事件的个数的几率。哦，比如说在1分钟之内，这个 x 是代表发生的次数，那 lambda 是这个几率密度几率函数的参数。哦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1分钟之内你去投篮机丢篮球，那你可以进几个？那你也可能一个都不进啊，进0个嘛，也可能进1个，也可能进2个。那可不可能进10个呢？非常有可能啊，因为1分钟嘛。那可不可能进100个？哎，那就非常不可能哦。所以你每一球都进，而且投得非常快哦。那所以我们就是这个 x 代表1分钟内投篮投进的个数，那 lambda 代表是一个参数。哦，那假设我们去玩投篮机玩了10次，那每一次呢就有一个数字代表1分钟内进几球，那请问你最佳的 lambda 应该是等于多少？好，所以呢这个题目当然写的很简单，但是真的要进行的时候，我们假设总共有我的 sample data x 大的 x 总共有，假设我去投篮机玩了 n 次 x1 x2 到 xn 玩了 n 次，那请问你这个是已知，这等于说你是做实验哦，那当然这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人厉害，有人比较不厉害哦。你丢了 n 次，那请问你这个 lambda 应该等于多少？哦，那你就把它连成起来啊，哦，所以我的目标函数我可以写成怎么又没办法画笔又不见了？哦，我的目标函数呢，我写成 j 是指现在 lambda 哦，假设这个是已知哦，那它就会变成1的负 lambda x1 的阶乘，再乘上哦，把它连成起来，1的负 lambda 的 x2 次方 x2 的阶乘，那一直乘下去，乘到1的负 lambda 的 xn 次方 xn 的阶乘，你要求这个式子的极大值，那发生极大值的时候，对应的 lambda 就是你要的东西。哦，那你要求这个式的极大值呢，你可以直接对 lambda 微分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你如果把它连成起来呢，就会变成哦，总共有 n 个嘛，所以1的负 n 负 lambda 出现 n 次，所以1的负 n lambda，然后 lambda 的这边你可以写成 summation xi，哦，i 就是当然从是1到 n，好，然后下面呢，下面会出现这边就是连乘的符号，连乘，譬如说 xi 的阶乘，哦，那这边 i 都是从1到 n，哦，那你要求这个式子的最大值，那你要求这个式最的，你发觉这根本是常数啊，你可以不用管它啊，因为这个 lambda 也是已知嘛，所以下面这个分母是一个常数，哦，你求它的最大值跟这分母没有什么关系，哦，重点是在分子，哦，那接着你就对它微分，哦，比如说，哇，我笔又不见了，所以我就dj lambda 对 lambda 微分，好，那这是连乘式嘛？有没有这个式子乘以这个式子？哦，你先对前面的微分得到呃1的负 n lambda，然后再对指数微分得到负 n，然后再乘上 lambda，那加上前面不变1的负 n lambda，那乘上对后面的微分，那对后面微分就会出现有没有 lambda 的这么多次方，等于把它乘下来，乘 lambda，好，那后面再减1，
好，然后令它等于0。那令它等于0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1的负 lambda 可以消掉。哦，然后把它这边也可以有没有两边同时出现 lambda 的 sigma xi？ 这边这个式子呢，等于是 lambda sigma xi 除以 lambda。好，所以这个也可以消掉，消掉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n 等于 sigma xi 除以 lambda， 所以 lambda 就等于 sigma xi 除以 n。好，所以看到这个 lambda 呢，就是你这些数值里面的平均值。哦，所以你要计算最好的 lambda 值，就从这里面你去投篮，比如说投了10次，每次进球都不一样，然后把这10次进球的数把它平均起来，这就是你得到最好的 lambda 值。哦，这就是 Poisson distribution。我刚好得到一个很简单的式子。哦，那当然别忘了，这个是一个几率的函数，所以对于所有的东西，你的投篮数，1分钟内投篮数呢，可能等于1，可能等于2，可能等于100，但是它总和加起来要等于1，所以它要满足一个特性，满足什么样的特性呢？x lambda。哦，我说 x 从1到无穷大加起来要等于1。哦，不管 lambda 的值是多少，哦，它的 x 呢，你可能抱歉，从0开始，哦，从0投篮进0次、进1次、进2次、进100次、进1000次，进到无穷大次，所有的几率值加起来等于1。那这个式子各位可以想办法去证明一下，也不是太难，各位可以试看看。哦，所以这是对 Poisson distribution 的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。那最后得到 lambda。哦，通常我们在算这个 MLE 的时候，我们加一个 hat， 表示这是一个估计值，这是一个估计值。好，那这个 lambda hat 的值呢，就等于所有的你测试得出来的 sample point 除上 n 等于它的平均值，这就是你要的 MLE。哦，那我们接着来看另外一个也是蛮有趣的，叫 uniform distribution。那 uniform distribution 呢，如果你把图画出来，比如说这是你的 x， 那这是你的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， 或是抱歉，这边应该讲直接写 PD probability density。好，然后它有两个参数，比如说一个是 A， 一个是 B。那在 B 和 A 中间呢，它几率呢就有一个几率值在上面。那除此之外，其他几率都是0。好，那它这高度应该等于多少？因为这边的长度是 B 减 A 嘛，那因为整个积分起来等于1啊，所以这高度就等于1除以 B 减 A。哦，好，这叫做uniform distribution。哦，那当然了，这个几率就是我刚刚讲，这下面面积加起来也要等于1。哦，所以刚好让它的高度和它的底部相乘要等于1。哦，那现在一样，有一个 x， 你开始做实验，从这里面呢抽取 x1、x2 到 xn，n 笔资料。那抽取完 n 笔资料之后，这就是已经发生的资料。那请问你最好的 A 和 B 应该是多少？哦，那也是一样，你必须连乘起来啊。我的目标函数，J 目标函数就是 U 的 x1 A B， 然后再乘以 U 的 x2 A B。好，一路乘下去，乘到 U 的 xn A B。好，那你很明显你可以看出来，只要其中有一个值等于0，有没有？因为它必须掉在这个区间里面，如果一旦超出这个区间，它的值就等于0。所以只要其中有一个值等于0的话，哎，整个几率连乘就是等于0啊。所以你不希望它等于0。好，
那你不希望它等于0的情况下，那你是不是直接设说我的 a 就设成里面的最小值？哦，我的 a 就设成 minima of x， 哦，就是 x 是一个向量里面的最小值，那 b 就成 maxima of x， 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？哦，因为你绝对不可能让你的这几个点掉到这外面，一旦掉到这外面，那它的几率值就是等于0。所以我就把 a、b 慢慢往外面扩张，慢慢往外面扩张。一旦有一个新的值进来，我知道说它要等于它其中的最小值，然后 b 要等于其中的最大值，这样才可以让我的整个几率值为最大。哦，所以我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让这个数值为最大，那我就直接设成 a 等于 minima of， 或者是这样写 x1、x2 到 xn， 然后 b 等于 maxima x1、x2 到 xn， 哦，这样就能满足我的要求，然后让这几率值为最大。哦，但这样的做法呢，其实就是有时候会在实际生活中呢，并不能满足，直觉上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。譬如说我有一个很长的井哦，譬如说有一个井在这里，哦，那这一段是 A， 这一段是 B， 哦，在坐标上面 x， 哦，你就从这边一路丢铜板下去，那每次铜板掉下来的位置呢，可能掉在这里，可能掉在这里，可能掉在这里，掉在这里，掉在这里，一直丢 n 个铜板，所以你得到它每一个位置 x1 到 xn， 哦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哦，这 n 个铜板呢，就是 a 一定会小于等于 x1 到 xn 小于等于 b， 因为这是一个井嘛，就把你卡住了，哦。那这时候我问你说，那请问你这个 A、B 的最佳值是多少？假设你只丢5个铜板，你就想说，哦，A 一定是这里面的最小值，B 一定是最大值，但是不见得刚刚好啊，它可能会掉在这里，最小值掉在这里，但事实上它更小的值会在这里发生啊，所以这时候你就要 apply 你自己的 domain know how， 你知道说，哦，我最小值可能是A 可能是这里面最小值，但是不对，A 可能更小，B 可能是这里面最大值，这是 MLE 跟我讲是要这个样子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发生的 B 可能比这个最大值还要大一点，因为所有的 x1 到 xn 只会掉到 A 和 B 中间，所以呢，除非这个 n 逼近于无穷大，那不然的话，我得到 A、B 呢，都还有一点差距。哦，A 会比最小值还要小，然后 B 会比最小值还要大。那至于大多少呢？哎，那就是你自己要去想，自己要想说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，那应该大多少会比较合理。哦，那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必须把我们的 domain know how 加进去，才能够对 MLE 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诠释。